本节目的超级赞助有：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黑金 HLV Jeans 一个很小红的新潮牌，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以及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本节目的行业赞助是去屑大魔王康王。今天我们参加整个这辩论的是海天战队啊，这边是皇室战队，然后两边都已经凋零，人才凋零，家徒四壁。有点担心。你看我们队现在人丁稀少，有一个都很严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最好还是不要走人。就我必须快马加鞭的继续往前走才行，没有自信的时间。对，这是一场硬战，就是了，必须要这么说。他们跟我们一样惨，对他们我们是最惨，他们是倒数。4个，我们3个。他们太不容易了，因为连续录像，然后关于一个话题要连续准备，基本上他们都是不睡觉的，我知道。没事啦，哎呀，不要哭嘛，拿点纸嘛。坦白讲，输了这一场，我们再淘汰，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就结束了。哎，我们对这个签约也是太差，这是一个缓慢的感觉，所以它不是一个打击。谢谢花溪，再见，谢谢你来参加奇葩说，走了啊，拜拜。因为赛前时间实在是太紧了，然后我们队为这道题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了，就所有人都竭尽全力然后真是要劳命了。那个真的就是我们不想就是这个队就直接就没了，连决赛没进去。就算是我们刚开始这个战队组起来，所有人都看不好我们战队嘛，因为都很弱嘛。就如今感觉是如今一个人拿个小板车拉着我们几个在往前走。希望能有奇迹，谁知道我们会不会就拿着张普通卡打到了人家的国王塔里面去？只是我们队真的很想赢，整个团队赢了，就是才能有后面的东西。这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爱你。这是一句有意义的话、有用的话，为什么要否认它？因为我想我的光能照亮这儿。我颜如晶在输赢这条路上跑了很久。就是加油再加油啦没有礁石经不起美丽的浪花，过程很辛苦，但是关关难过，关关给他过。OK，Good job。说话，你人废话，你多复杂，你不爱听没关系，没人废话，你多复杂，我只说我的真理。欢迎来到奇葩说。这个今天很高兴请到梁文道老师。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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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延禧攻略》的最后大结局最后一个梗，于正老师居然写出了这么一个题目，叫“爱先说出口你就输了”。有人看过没有？什么破玩意儿？哎，你好像对于正老师有点微词啊？于正老师写的？对呀。什么破玩意儿？于正老师，节目效果啊！来，我们看一看本期话题。我花了数十年时间都没能赢得他的心，你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让皇上那么爱你？皇后娘娘，您一往情深，可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先说出口的人就已经输了。我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就是扯，你知道吗？作。在爱情中讲输赢分不开的，你要去理性，然后去计算，你已经很难真诚投入一段感情了。我觉得爱先说出口就输了，就输了，就输了。
就是我遇到了一个对的人，在对的人面前，我觉得我可以认输，我输得起。你先表白，就相当于你把爱自己的主动权交到了别人的手里面。爱先说出口的人并没有输。我觉得没有输，而且在爱情里面讲输赢，我觉得特别的不真诚。你连说都不说，就更没有赢的机会了。如果你说出来了，可以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两个人相爱的时候还要分输赢，好累哦。能战胜自己的怯懦，先把爱说出口，就是赢了自己，而且比对方先说爱也是赢了对方。我说过，在很小的时候，我有先说出口过。有，有啊，我有先说出口的经历，但是那些都没有成为我的爱情，那些都是我的单相思。说了反而你会觉得你跟那个人无形中有了一个牵绊，管他呢，反正你跟他有了牵绊，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不是先开口吧，就是你先爱上一个人，你就已经输了。但是输了就输了呗，感情这种东西，你输了这个，但是你赢得了爱情啊。其实我在爱情里是一个很被动的人，我会永远希望他能够先迈出那一步，但是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还是放下了我的骄傲感，先说出了口。在这段关系中，如果我先说了我喜欢你，那就是我的喜欢会比你更多一些。好，题目是这样的啊，这个题目叫“爱先说出口，真的就输了吗？”我就觉得爱先说出口，就真的你谈恋爱也不是为了输或者赢吧，就很难选正方或者反方。那你选哪方啊？我不选，我拒绝选。你有那么高尚吗？爱不是为了你选，你先选正方还是反方？校园不灵。那爱不是为了输赢，为什么？为了奉献。为了爱啊！啊，你只要爱，不需要得到什么。得到爱啊！得到爱就是赢啊。好，你为什么？我被你说服了。所以，但是这样，那好，立场好软弱，好高尚的样子。我爱不为了输赢，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我才决定被你说服了。对。这个今天我们参加整个这个辩论的是，这边是海天战队哈，这边是皇室战队，然后两边都已经凋零，人才凋零，家徒四壁。总之就是所剩无几的意思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前面说了预算有限，所以要请不了那么多人请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呢就要求我们在座的要下去做一些支援。这次下去支援的呢，分别是小松兄，小松兄要站在海天战队的正方。哇！看道宗72遍，来变一遍。然后这边皇室战队就是李诞兄，来进入4遍。好。李诞总加油！别动！对，我刚刚都已经表明立场。别摸我手。表明了立场。我在这个题里没有立场，所以我给咱们节目想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什么办法？既能节省预算，节目效果又精彩。讲来听听。马东老师，你站起来一下来，来站起来一下来，来往对，往左挪，对。好，我们有请马东导师下场辩论。不要碰主持人的东西。从一个节目的黑粉到一个节目的主持人，这段路走的也真不容易。快去吧，干嘛呢？我先在这儿先简单问一下各位老师，这个爱情观。我问，你问。欢迎大家来到奇葩说请问一下梁文道老师，在爱情里输过吗？没有输过。哇！因为
我只是。那你赢了几次呢？也没有赢过。每一次都是有去无回吗？这壮烈牺牲。那我跟你想的很像，我也觉得爱情怎么能讲输赢呢？那些冷血的经济学家，你说他们对不对？你谈过吗？啊？薛老师，爱都没有输过，没有赢过来的啊，是一种行动。薛老师这么相信输赢，你输过吗？输过。怎么输的？输过无数次啊。讲一次最惨的。我也不觉得特别惨啊，就正常啊，人家有别的选择了。哦，我觉得这不叫输，这叫该。好开心啊！这个要换了，制止他。这是他的，这是你的。没事没事 ，OK， 别忙活，跟自己家一样，赶紧做吧。高永科输过吗？干嘛装孙子啊？输过啊，不管你先说后说，反正要输很容易的，就输吧，有什么关系呢？我连就对方整个骗我完全都不知道。骗了你几年？2个月。那还行，还行吗？那还行。薛老师那次30多年。蛋兄输过吗？我们看一下现场观众对这道题的投票，来，正方按红键，反方按蓝键，请按键。3、2、1。我跟你讲，在一个辩题当中，真正对观众的考验，就是你未必要按你自己所思所想去按键，你先想一想反方立场，看看反方不容易，自己能不能被说服过来。闭嘴，瞎太过。我是说啊，现场有的时候通讯不好，来按蓝键同学摁一下红键，试试看，还是不是在工作啊？对。我还特别怕今天投票一开始就拉得太过，所以我们要在投票之前，就要做一点铺垫。但这招是损招哎，但是那又怎么样？那你也会全力以赴对吧？我不用全力以赴，我们只剩这几个人了。对面是谁啊？对面是马老师。那更不用。所以今天怎么着？我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带领我们赢一次。但是我觉得，说实话，这道题我们赢面真的不大。对面是谁呀？对面是董静、庞颖、席瑞、高老师。我去，对马东我肯定是有信心的。马老师嘛，不足为惧，是不是？你们预设高晓松会说什么？不知道。高晓松的一个短板，就是他不敢说他的爱情故事。高老师，你觉得您觉得输没输？因为我一贯的态度就是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输了才有意思嘛。你这人生到处都去赢，在这儿你也要赢吗？可以。要是能搭配1、2输的故事，整个风格就会非常完美。啊，1、20吧。不敢说他的爱情故事，怎么能够堵住高晓松的嘴？也太难了。好，那我们请正方一辩，谁？席瑞。有请正方一辩，席瑞。这个题目不好答，尤其你在一辩的场合，你也必须要把场子热起来。我觉得我要辩一辩。好，谢谢大家。人烟稀少，所以第一次打一辩，然后今天就穿的有点漂亮。好，其实拿到这道题的时候我就特别郁闷，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问这个？问这个的人是跟我的衣服一样，一个年岁穿越过来的人吗？我们年轻人，对不对？谈恋爱现在还靠说吗？我们都靠撩啊！撩是什么？撩是暗示，暗示就是让我告诉你，不要随便说出口。爱里面随便说出口，最大的问题是打破了我们恋爱的朦胧感。大家搞清楚，你是在谈恋爱谈恋爱要的是什么？要的不是告白的确定性，要的是我们之间对话的流动感。
就我作为一个大龄单身文艺男青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美的情话。当你表白的时候，你可以说山有木兮木有枝，你也可以说愿逐月华流照君，你更可以说海底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可是你最好不要说我爱你，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真正爱你的时候，事实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情话，而当一个人只有在不会说情话的时候，他才会对你来说我爱你。好。其次，爱先说出口，就输在了不自知。我最怕就是谈恋爱中有一种男生，他跟你两个人之间每天跟你说100句我爱你我爱你。还有一种男生更可怕，他会跑到你的宿舍楼下摆一圈的蜡烛，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很尴尬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跟谁开追悼会，结果他还要拿一个喇叭对着你的窗户喊我爱你。想一想我都觉得很嫌弃，因为这种人他把说爱当成了一种表演，他不是为了收获我的回应，他是为了收获大家的掌声。我们今天不是想要告诉大家说永远不要开口说爱，毕竟你不说我不说，我们两个都不说，那和没谈恋爱的感觉也差不多。所以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说爱，只有当葡萄真正成熟的时候，我们才不用去分哪一颗更甜，哪一颗熟的谁先谁后。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在一段关系当中先开口？其实是那一些先认输的人，他憋不住了才会先开口。爱是什么？爱是猜来猜去的游戏，你不想猜了；爱是暧昧不清的状况，你受不住了；爱是他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你不开心了；爱是你终于知道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你终于不能使这段感情升温了。可是同时你很清楚，你不说他也永远不会再开这个口，所以你才会选择不要让它成为你生命里面逐渐褪色的一段记忆。你开了口，你认了输，你是在跟自己的纠结、思念的煎熬、爱情的蛊惑表达的冲动认了输，所以你才开了口。而这一次你输了，你被爱情逼到了墙角，才发现自己无处可逃。也没有想过每个都要想，但是确实没想过呢，一个段子都没想。站在场上的时候也很尴尬。席瑞，这个角度挺别致的哈，但是没有我的主持别致，因为我发现我漏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忘了问你们3位的立场了。扣工资，扣钱。来，快，咱们赶紧把这一段快速的进行下去。那个薛教授肯定是正方对吧？不输。啊？不输。你要怎么的？不输。不输。为什么？不重要。好，来，康永哥。啊，我反正就是冲着教授来的，所以他是反方嘛，那我就正方。那我就跟教授站在对面。对，那我就不输吧。好，跟教授一边。对，我跟教授一样。好，我们少说一点，不要影响票数。反方一辩。但现在蛮多的吧，万一我们输了，我们队就剩2个人了。哎，我这上场会咬人的，我今天。哎，全部在射程范围之内。我们先从他一点一点说，为什么魏璎珞在《延禧攻略》里最后说她赢了？那是因为他们是几十号人伺候一个男人，这也就算了，他们还有明显的升级制度。皇上爱我，我就有权；皇上不爱我，我就啥也干不了。他们能从答应到嫔妃，最后到皇后，所以他最后说的赢，其实是权力的赢，不是爱情的赢。
最主要我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我知道魏璎珞有个特别成名的行动，她不喜欢一个人，她两手一拍，一道闪电下来就劈死了一个她讨厌的人。你们谁有那2下子啊？那回到现实，我们正常的家里哪有什么权利和升级制度？如今，爱他妈，他还得给他妈封个大答应；他爱他妹，他还得给他妹封个大公举，可能吗？这不可能啊！我们升也升不了，降也降不下去，我们争什么赢啊？输赢讲完，我们再讲爱先说出口，也就是对方所说的朦胧感嘛。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人们不敢去告白，或者是认为我们先告白、先说爱就输了？因为确实有2个看似还不错的好处，一个叫做暧昧，他提到了；一个叫做朦胧感。那个朦胧感是什么？是幻想。我也谈过恋爱，我也喜欢过别人，我喜欢一个人5年，这个时间其实不算短了。我今年才22岁，我喜欢他的时候，我都干嘛呢？我会给他准备礼物，然后我说，哎呀，随便准备的，收一收可以了。我想他了，我不敢说，向对面说，先说没意思了，我怎么办？我发条朋友圈，把那张自拍精修一下，等他点赞评论，他点赞评论了，我就开心了。他往我这边多看一眼，我就会觉得，哇，他一定也在想我，他在看我。可是到现在我已经出来了这件事，我再回想起这些暧昧、朦胧、幻想，我就有点心酸。为什么？我送他礼物，我要挑圣诞节、清明节送，因为这种节谁都可以送礼物，我不能挑情人节。他往我这多看一眼的时候，他看的不是我，他看的是一个比我更帅的男生。但是没办法，我连吃醋的权利都没有。像对方说的，暧昧好吗？但我连吃醋都不行。对面给我点个赞，我就满足了。哇，太奇怪了吧？他给每一个人都点赞，但我却因为这么点小事满足，我就觉得这些太辛苦了。我们小的爱情是这样吗？不是，我们小的爱情是情人节，我名正言顺的作为你的情侣，我带你去吃烛光晚餐；圣诞节，我大大方方的给你准备礼物；过年了，我牵着你的手去我家，我带你看东北的大呲花，那是我们想要爱情的样子，不是那些暧昧，不是那些幻想。这个故事直到有一天，酒过3巡，我喝多了，我选择了告白。因为当时为什么告白？因为我觉得我对他的爱都溢出来了，没地儿放，我告白了。当然结果不太重要啊，结果不太重要。我现在在想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特别勇敢，我觉得我特别酷，我就觉得原来那些我认为暧昧是好的时候，那些唯唯诺诺的时候，才是我输的时候。当我说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爱你，我爱你，所以我有力量，所以我主动告白。怎么输？我们看了那么多电视剧，那么多连续剧，还有现实生活中的报道，每个人奄奄一息要分别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在这分遗产，我告诉你，给你20块钱，给你30块钱，我们就说那一句话，我爱你，因为那是力量，我们的力量。而最无力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在那5年内，我每天都在想的一句话，最虚弱的一句话叫做“你爱不爱我”，因为这句话一点权利都没有。故事的结局是我告白了，人家把我给拒了，把我给拒了。但是退一万步讲，那怎样呢？我得到了一个我该得到的结果。我先说出来，我勇敢，因为你没办到的事我办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回忆就很美好。不怕你没爱过，就怕你爱过；不怕你被拒绝，就怕你没机会被拒绝。很多事儿不做，你是不知道对和错的，而且你不做，你连错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主动去告白，主动去爱，没输。好了，谢谢大家。奶茶说得很好，也很动情，然后是他发挥的不错的一场。康永哥要不要气气他？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啊。那我气气你啊！你清明节送他什么礼物啊？就是，我来回答，就是因为在爱情中，我们有时候像小孩一样，就正当时候不敢送。你都这样了，他还没有发现你是爱他吗？爱意不会被屏蔽，一定会被发现。那他就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拒绝你了。没有，他在那个时候你已经输了。对，但是我还有幻想，我想打破这个幻想。输了还有幻想。好，开杠时间。女主持人，
你不能一直整人家。哎，这个好好玩啊，这个。正方先开始，每个人45秒，开始。奶茶，那些你不能得到的爱情，你说和不说都归得不到，但是你说了，不仅输掉这份爱情，你连回忆都没了。不，就是因为我说了，但我因此得到了回忆，我把从中的悲伤剥掉，我能更好的看清我在那份爱情里干掉什么，那更让我幸福。人生最大的输家就是你明明受过伤，还要在这里硬扛，告诉我你没输。你的故事之所以这么悲情，就在于你输了而不认，你才是最大的输家。啊，爱情讲输赢怎么讲？裁判是谁？告诉我。不是裁判是谁，而是我告诉你，既然你这么不在乎输赢，那你认个输又怎么样？真正在乎输赢的人才在这里强撑着不肯认输。OK， 他把认输当做什么？他把认输当做一种卑微。我告诉你，我们的爱不是卑微，我们的爱是绝对。因为我爱你，我不在乎输赢。爱情里面没有输赢。我从来不觉得我卑微，就在于我在人生的很多方面都会争强好胜，都要赢，唯独在爱情里面，我可以输，我输得起，我们一起输给爱情，而这就是爱情最浪漫的模样。24票，正方没有时间了，反方7秒，反方7秒。OK， 7秒。徐悦，我跟你说，我觉得你很棒，我爱你，但我没感觉此刻我输，谢谢。一下子争回26票。刚刚开杠时段把票给搬回来了，对，这很罕见的。席瑞的这个开杠，席瑞，我代表奇葩说正式封你为杠精，干得很好，干得很好。那我们正方2辩是哪位？庞颖，好，有请。哎，大家好。反方今天呢摆出了一个特别清高的姿态，说他方不在乎输赢。那我方就问他，你不在乎，你认一个呗。他马上说我不认，没有输赢。这还是不在乎啊？什么是不在乎？像我方这种，你问我认不认输，认，对吧？我这种佛系的随便认输的人，才是真正不在乎输赢的人。好，我们第一个论点，爱情中也是有权力关系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沃勒曾经提出过，不是你啊，最少兴趣原则。他们研究了很多的情侣，发现一件什么事儿，在恋爱里面根本没有平等可言。什么叫做最少兴趣原则？在恋爱关系里，兴趣最少的这个人就能在恋爱的权力斗争中处于上风。放在我们这个题里什么意思？你把爱先说出口，显得你更有兴趣，那么之后哪怕你表白成了，你的精神需要、身体需要、钱财需要，各方面你都处于劣势。为什么？你的兴趣多，别人的兴趣少，你得给别人甜头，你才能补上这些东西，把别人留在关系里。正所谓爱情里肉不是靠称重的，谁重谁值钱，我们比较的是灵魂的饥渴程度。好，所以说什么？我方今天说，事实上我们有科学理论告诉你，你在先说出口就输了这个东西，输了你的市价，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还不是输了吗？您方今天就是捂着自己的双眼，自欺欺人，否认科学，精神胜利。我方不是让大家怕输不去说，就像有一句话说得好，真正的勇敢，那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我方就是勇气本人，什么意思？输了我认没关系，这样才能真正的在爱里勇往直前。好，第二点，承认在爱情里输了，你这个是直面自己的感受。其实刚才奶茶也说了，你看爱人家情人节不敢送花，都逼到清明节去送花了。我问你，你心里真的就没有一丝丝哇凉的不舒服吗？我也表白过，
当我坐在他的楼下等着他下楼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那是什么？那是一种非常清晰的卑微感。我为鱼肉，他为刀俎。那一刻，我开始想，我究竟够不够好啊？他会不会喜欢我啊？我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啊？如果他对我的回答只是一个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笑，哇，那卑微感就更严重了。我相信奶茶跟我一样，也有这样的卑微感和挫败感。他嘴硬不说，为什么？他说他收获了勇气，对不对？他说他特别勇敢，所以我赢了。这是一个什么逻辑？我说你在这儿输了2块钱，奶茶说不，我的勇气给我迎来了5块钱，所以整体上呢，我赢了3块钱，我是赢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被拿到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抵消。你比如说如今，他赢过非常多比赛的全系列最佳辩手，但是呢，抵消不了他无数次都只是亚军的挫败感，亚军的挫败感。所以你说如今赢了吗？他赢了。你说如今输了吗？他也输了。我承认对方赢了勇气，但是你输了自己的那种挫败感，你输了在爱情中的权力关系，你这儿输了那儿赢了。你可以说爱先说出口你赢了，但是你不能说爱先说出口你没输。好，最后一点，比如说我表白失败，我去问我的闺蜜，哎，我先开的口，我真的输了吗？我的闺蜜能说什么？你太胖了，痛上加痛。你说什么？我对她不够好，哎，那我改给你还不行吗？如果我的闺蜜说你看上的是一个渣男，我怎么样？我想自戳双目。如果这个时候我闺蜜跟我说，对，就是因为爱先开口，你输了，我会怎么样？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好，我做了一件有勇气的事情，我做了一件有担当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善良的事情，我对自己有交代了，对不对？我跟你们说，爱情其实是个玄学，任何试图给爱情归因，特别是这个题目是一句话给全天底下所有爱情归因，你如果从事实上、逻辑上论证，它不可能是完美的，但不妨碍这是一句有意义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爱情玄学中的受害者。我们需要一个答案，我们需要一个交代，我们需要一个理由。所以诗里怪风花雪月，怪世事异变，怪少不更事，他唯独不肯怪你。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来问你，爱情里我先说出了口，我真的就输了吗？不要犹豫，告诉他你真的就输了，这是一句有意义的话，有用的话，为什么要否认它？谢谢大家。好，优秀。薛老师，对于这种数次提到经济学而完全不提你的行为，我想问那位经济学兼社会学家的全名叫什么？我了个去！我也觉得是他。这位经济学家我也很熟悉。来吧，反方2辩。大家好，其实这个说爱的题，本来我不想反驳，但对方2个实在是说得太离谱。2个人说一件事情，他说爱里最需要的东西是朦胧。各位扪心自问想想看，爱里面真需要的东西是朦胧吗？这2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然后一直在录制，我男朋友一直陪在我旁边。如果有人问我说他是不是你男朋友，朦胧我应该怎么说？可能是吧。远房男友。席瑞说我爱你是最无用的情话，我告诉你，我爱你是最好的情话。对方一直在说，如果爱情里面真的要分个输赢，我愿意输，让你赢。可各位冷静一下，爱里面真的有对错输赢吗？刚才庞源老师说一件事情，我告白了，他拒绝我了，我感觉我输了。可各位，因此你错过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你有机会面对一段崭新的感情，这是输了还是赢了？
那个被你告白了拒绝你的人，他因此失去了和一个爱他的人相爱的机会，他是赢了还是输了？所以这道题真正吊诡的地方不在于我要不要认输，而是各位想想看，爱里面真的有输赢吗？如果没有，哪里输？这道题我觉得真正需要讨论的，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说出口这件事，我们真正会觉得跌份儿的是因为我怕我说了就代表我爱你更多。换句话来讲，我害怕我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奇葩说第一场组队赛的时候，我输了，哭得像个傻子一样。当时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了一件事，我说我好差劲，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舞台，然后就把这个电话挂了。那天晚上我就写稿，写到第二天凌晨，我就在我家的群里面发了一句，我说我没事儿。我妈秒回说好好休息吧。凌晨5点半，我妈早上7点半要上班。那一晚上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去的，我不知道那些沉默背后她的担忧，她没有说出口的那些疑问，她是怎么度过的？只换来了女儿的3个字：我没事儿。投入和产出成正比吗？菲菲老师昨天从这儿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哎，我奇葩说太难了，我为了这篇稿子每天晚上熬夜到凌晨4点，输归输，但我觉得走到这儿值了。投入和产出成正比吗？可是他们爱吗？我妈爱我吗？菲菲老师爱这个舞台吗？爱是那一晚上无言的等待，爱不是靠算的。”爱是靠信的，我信才会有菲菲老师站在台上，她词不达意时候的那些局促，这是爱。菲菲不值得一哭，没事儿，开心起来。从我来奇葩说那一刻开始，经常有导演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来这个舞台？”我都假惺惺的说，因为这个舞台是一个很专业的舞台，这个舞台是一个很大的舞台，我要在这个舞台上发表我的观点。可是当我昨天回去以后，我在想，如果今天是我站在这里的最后一场，我想说什么？我想抛开那些假惺惺，我想说我为什么来？因为我爱。我爱这儿。所以，我想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来。刚才席瑞说，爱就是一场猜来猜去的游戏，先爱上的那个人就输了。没，因为我爱这个舞台，所以我想我的光能照亮这儿。我不知道我输在哪儿了。除了告白这个舞台，我还有最后点话想说。我们这个队伍就是淘汰都漏风了，后面已经没有人了。第一个人走的3棒子走的时候，我跟他说回去好好练说唱，带着大金链子啊，很帅。李豆豆走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们都在北京，以后有缘肯定还能再见的。昨天欧 Sir 走的时候，我说再也不用请假了。但我想趁着我还有机会，我站在这儿堂堂正正的说一句，我很爱他。我很感谢这个舞台，我先说出口了。看啊，我不觉得我输了。其实，在齐瑞和庞源老师在讲的时候，我是有很多能够针对的反驳的，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立论也会有帮助，但是不小心没有搂住情绪，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很多想说的临场想说的一些话没有说出来。好，主持大人啊，我就跟你讲一件事，就是选手爱这个奇葩说这个节目，然后说出我爱这个节目，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应该要直接讲。可是作为导师呢，你知道有一种导师呢，他就先跟马东说他恨这个节目。
然后马东就觉得，哎呀，那我怎么才能征服你呢？要花大钱把主持人位子让给他。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马东老师找的是李诞，是因为他是李诞，还是因为他说了奇葩说的坏话被请上来的？哎，你怎么踢我？我万万没有想到有薛老师替我说话的一天。好，正方3辩。哎，听完对方2位的发言，只有一个感觉，心疼你们，真的。奶茶的发言总结起来2个字：逞强。明明输了，明明痛，明明独自在大雪中奔跑，还要告诉自己我没有输。对方刚刚还说了一个核心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你得说爱呀，我爱你是一句最好的情话，你一定要说出我爱你，别人才知道你爱他呀。真的是这样吗？乍一听很合理，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大家想想现在是什么时代？是人人自恋的时代。所以当你没有表白之前，对方就感受不到你的爱吗？现在的人，你多看他一眼，他恨不得觉得你爱他爱死了，他会放过任何一个证明自己魅力的证据吗？如果你至今都没有拥有一项除了表白以外向别人示好的能力，那只能证明你可能还没有做好进入一段需要付出的感情的准备。我就没有做好准备。我最近悄悄地喜欢了一个人。我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我们海天战队的队友啊，然后庞莹姐说：“呀，你这么大年纪了还玩暗恋啊？”大家他那么大年纪了是吧？我也不小，反正大家回忆一下。当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自然地流露出那些我们引以为傲的品质之后，对方就会爱上我。于是我们一张一张地打下我们的牌：美丽、幽默、有才华、会疼人儿，都没有反馈。然后你低头看一眼，你手里还剩下最后一张牌，说出爱。你就知道，我输了。你不是输在你的牌比别人先打完，你甚至不是输在他可能会拒绝你，你输在你内心的那一点期待。凡说出爱必有所求，对吗？可是这个所求给与不给，却都在对方的一念之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这种无力感，是对方今天说的任何理由都无法安慰的。这种伤感会一直存在。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如果爱上了别人，就会立刻说出来，他好勇敢。他勇敢是因为说出来不输吗？他勇敢是因为说出来就输了。一场没有输的比赛，参赛的人需要勇敢吗？他就是因为明知会输，却还是敢于认输，他才配得上勇敢2个字，不是吗？好。我们今天说再往前走一步，其实只有你带着认输的心态去表白，你表白的姿态才更像爱。那些愿意认输的表白，是表达好感，是我站在我的新房门口问问你，哎，你看看这里花草丛生，有吃有喝，你要不要进来啊？而那些不愿意认输的表白，是一定要拿下对方，是打开自己新房的大门，狠狠拽住站在门外的他，说：“来呀来呀，你进来，吃我的喝我的，我都不要钱，你怎么还不进来？”对方真的没有进来，你就梆的一声锁上大门，从此再也不提爱。前者才是表白，后者那叫绑架。所以我们说，在爱里，愿意认输，其实是一种美德。对方刚刚有一个点我特别认同啊，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我们在爱里不应该争输赢，我特别同意。但是没有办法，这个辩题它就是有输和没输。如果我们都不争输赢，这道题就不存在。这节目别录了，好不好？大家现在就收工，好吗？是不是不行？哼，这道辩题它逼我一定要做一个选择，那我只能选择我输。
因为我想让他赢。我喜欢他，我就更愿意让他赢。这道辩题把我们都逼死了。我研发出了一个打辩论的新的方法，叫做体验派。在准备这道辩题的凌晨，我向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我悄悄喜欢的人表白了。我跟他表白了。我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做好了认输的心理准备，我带着输就输了没关系的心理建设，先说出了那句“我有一个喜欢的人，那个人是你”。然后他问我，他说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就退缩了。他居然这么问你，我就退缩了，我就退缩了。我说我记不清了。你们看，我其实已经打定了我要认输的心思，可是在我面对这个人的时候，那些不想输、不敢输、不愿意认输的心情，还是会拦住我的口。认输啊，真的太难了。所以今天这道辩题打完之后，我准备给他发一个微信，我会告诉他，我记得那个时刻，有时间，有地点，我在你身后，看着你的背影。那一刻，我想牵起你的手。那个时刻，我怎么可能记不清呢？因为就是那个时刻，我知道，你是那个我愿意认输的人。谢谢大家。你看他拉到多少票？真的很厉害，35票，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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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在您的人生中被这样的女孩表白过吗？就是说喜欢了你好多年啊，什么不好意思说啊什么的。好像也有，其实，但是那也是一个很悲惨的命运，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那收到他的信息，他说为什么你当年从来好像对我好像很冷漠，然后说你看现在我结了婚了又离了婚了，然后走到了这个地步，那为什么从来都还是这个样子？那我看完之后，我就维持了我对他的原来的态度，就还是很冷漠。我有疑问，我想请教教授跟道长，就是你发给那个人说，我有一个喜欢的人，那个人就是你，结果对方回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什么心态会回就已经在表达这个表达其实意思就已经是有点那个了吧？你觉得是有点拒绝吗？有点拒绝。他觉得不是，不是，完全是吧？他给一个，还有再给他一个空间，让他下台阶。他可以把它弄成一个玩笑，对，你可以说其实没多久，昨天啊，就昨天啊，现在没太晚。对。但是你勇往直前，你不见棺材不落泪。我稍微尽一点主持人的工作，反复提示啊，大家在投票的过程中不要被这一段东西影响，还是要关注在两队的辩手表现身上，好不好？好不好？哎呀，蛋总你很会主持啊，你同意主持人说话的，请按蓝键。所以大家欢声笑语之后，继续残酷的辩论。有请反方三辩颜如晶。求放过我吧。你最好昨天半夜也打了一个电话。我也想啊，真的，就是人家都体验派，我就是爱情题对我来说就是辩题，他们每次都是就是辩题。我觉得刚才几位老师和董卿也好，都说得很好，而且董卿用一种认输的方式来告白。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象那个被他告白的人是在现场的，这个人在现场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回答呢？对吧？你用了一个认输的姿态了，都来向我表白，这真的是一个表白最好的姿态吗？刚才董卿说了2个字叫绑架，他说会绑架某一方面东西。我觉得用认输的姿态来开始一段恋情，用最卑微的方式来告诉对方我爱你，其实才是一种真正的道德绑架。再来，
他们还告诉我们一个终极的东西嘛，哎呀，我们主动的话呢是掉价的，要被动的等待。公主是要在城堡里面等王子来的，你出去你会在路边错过来找你的王子。我自认是个公主，好吧？哎，OK 的，你们笑什么？可以。想象我是个公主，好吧？我在等，我的王子去哪了？到现在等了多少年了？多少季了？从第1季我说我是个白莲花，到第5季了，莲子都没有一个。而且你们细想想啊，那些等到王子的公主有什么样的公主？白雪公主是吧？她等到了王子，但是呢，她当时是死了的，你们知道吗？那个王子的口味是什么口味？那个王子很奇怪啊。睡美人，她沉睡的时候有王子亲她，放到这个年代，这个叫性骚扰。你只是坐着被动的等待的时候，安排给你的人都不是什么好货色。学人家灰姑娘自己去参加 party， 对吧？像我这种极度内向的人，每次来找我聊天的，他们主动找我聊天的，都跟我聊什么？健身、游泳，了解一下。你不主动，在这个年代你不主动没戏。就应该主动。第4，他们跟我说啊，还有一个很道理嘛，我们要等着被爱，被爱很重要，被爱才会感觉到很好的东西。我不知道被爱什么重要，我没有这个经验，很难形容啊。反正你们就是觉得被爱比较好嘛，这就是你们看到这道辩题的时候不想告白，想等人家告白的终极理由。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付出也很好，做主动爱的那个人也有很大的好处。付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是你有喊停的权利。我们养猫的时候啊，我们都觉得，哎呀，猫很可爱。你看，我们人自称铲屎官，猫得到宠爱，猫很幸福。我告诉你，不是，猫不幸福的，因为是今天我把它当成是我爱的东西，它才幸福。如果我明天不爱了，今天我为你把屎把尿，明天我把你丢出去，你什么都不是。所以是付出的那一方给予了你的爱。我付出，我有喊停的权利；你索取，你没有要求我继续的能力。再来付出还有第2种好，它有一种愉悦感的。这个事情在我去动物园的时候，我是有体验到的。对，我去动物园的时候，我买那些香蕉啊、面包什么的，去喂那些小动物，你知道吗？这就纯粹就付出的。我喂它们的时候，哇，一堆的鱼跑过来，我当时觉得我就是一个大慈善家。你看丢啊，那些面包全部被他们吃光了，他们很踊跃的呼应我的爱，他们不会给我任何的东西，但是那只是纯粹靠付出换回来的愉悦感。我觉得爱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方觉得是什么？他把爱情当成是一个捕猎，他来钓鱼的，所以他丢了饵出去一丢，没有鱼，他觉得他吃亏了，所以他说这叫输了。我不是，我没有在钓鱼，我在养鱼。我甚至不介意这个鱼塘是不是我的，它其实是动物园的。我这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告诉大家，我爱的是鱼，对不对？所以不要害怕付出，做付出的那一方也是很好的。最后一个点就是，他们一直告诉我要认输，不要害怕认输。我告诉你不对，我颜如晶在输赢这条路上跑了很久。以前辩论就是一个竞技游戏，它就是有输赢。而我是一个10几年来没有谈过恋爱，就只专注在辩论这个事情上。我就是为比赛在做东西，我每一次都在输赢之中徘徊。我最害怕跟教练跟我说的最不应该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不要认输，哪怕你输了也不要认输，因为你告诉自己你认输的时候，你才会真的输了。每一次这一季都输了多少场比赛了？你看我的队员都凋零成什么样了，对吧？如果我们像你们这样认输，我们反而会坚强吗？不会的，输了，你就真的输了。不说爱，你就没有爱人的能力了。所以真正想要爱的时候，
不要走条迂回的道路，说我不认输，但是我要去赢，然后我又要认输，我不要认输，不要不敢，奔着赢去，奔着说去，这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而不是假装把自己放低卑微，但是其实想赢，没有的。谢谢。特别好，特别好。这个票数大起大落啊！真是很好的辩手，可是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莲花要在什么状况下才能期待有莲？莲花开败了以后，自己就有莲，那底下那莲蓬里边长出而了莲且子。动物园不都是禁止投喂的吗？我们有观点上的奇袭吗？没有，全都是常识性的。那要不直接开杠？加油！宝贝加油！如今，爱情不是养鱼，也不是钓鱼，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人互相选择。我先说出爱，把选择权都交给了对方，所以我才会有输感啊。只有2个人没有裁判是不会输的，只要我不认输，我永远不会输。只要我不认输，我永远不会输，这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而是在爱里认输能让对方更舒服、更开心呢？不是的，不是精神胜利法。你看今天我俩在这辩，如果没有裁判，你怎么知道你赢还是输？所以所有的输赢其实是有第3者才能判断，两者之间判不出来。如今今天我俩在这辩，我爱你，我想让你快乐，所以我认输，我要让你赢。不要这么卑微，我害怕这种卑微，这是绑架。所以如今刚刚还提到我们在爱里被动就输了是吗？没有，我是说，被动没有主动的好处，主动有好处，被动也有好处。主动也有好处，被动也有好处，可是是不是先说出爱就能决定你们在之后关系里主动被动的位置呢？没有。所以我们说，所以刚刚如今整段对于主动和被动的论证，和这道辩题没有关系，对吗？不是啊，是你们先说的，你们不是鼓励大家等待别人告白吗？哎，我们没有说过，我们是鼓励大家带着认输的心态，让对方更开心的接受你的告白。啊，正方。所以我就很迷惑，到底你们是鼓励大家告白还是不告白？你们一直本着我认输，但是我又不想输，我还是会赢的态度，是很迷惑观众的。你只告诉我，我们到底要不要告白？告白的时候要用什么姿态？我觉得也不用管这么多，反正没有输赢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脑子，嘴快困了。我有一个问题问如今你们这队，你们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了，现在接下来呢是看马老师怎么把它输掉。我想问的是，你们准备怎么治他？输了以后，马老师说他想创造100分的奇迹。哇！你这是置我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啊！ OK， 各位观众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we come， 正方4辩，高小松。救命啊，高老师！我们前面真的全在胡说八道，我们都在胡扯。你们扯吧，你们就瞎扯，没事。我们到时候就是我们仨说完，我们就小松老师，这些是我们为你挖下的巨坑，请你为我们填上。反正我体格大，一下就都填上了啊。由于这个年纪跟体重的关系，我就替我和对方辩手4辩申请一下坐着说，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样，你坐着说，我站起来听。我觉得为了绑架你，跪着听吧。这个，我首先说一下我们辩论的基础，就是他要有输赢，我们才能辩他是输了还是没输。如果大家进入一种不可知论的辩论，说没有输赢，那好，这世上所有事儿其实都可以这么讲，都没输赢，是吧？我去比赛，我今天没拿冠军，但是我获得了经验，我赢了，我赢得了经验，是吧？
那我干什么？我打仗输了，哎，可是我又获得了和平的发展。如果你这样说，那就没有输赢，我们这道题就没有辩论的必要了，是吧？那所以我们前提还是说，它一定是有输赢的，只是我先说了，是不是输了？讲得好，好。你看高老师多贼，他就上来以后先大馒头堵嘴，先把我整个这条路给我封死了。因为其实我是特别去想讲爱情里面没有输赢，或者人世间根本就没有输赢这个概念的。没有输赢这件事就不用拿出来说了，因为它不是我们辩论的基础。第二一个我想说的是 ，OK， 那是输了还是赢了呢？还是没输没赢，还是平手？这基本上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了嘛，是吧？这个古今中外，所有被歌颂的爱情，都是有一方输得特别惨，才拿出来被歌颂。我给你举俩例子，二战的时候3巨头，斯大林因为他没老婆就不说了。这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他们的所谓的爱情这个生活里都输得一塌糊涂。丘吉尔老婆跟他们家保镖跑到纽约去住2年，这个罗斯福就更不用说，他输得一塌糊涂。但是他们两个赢了我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斗，战胜了法西斯。我觉得我倒不是说非要说这么高，但是我是说，我们认为在爱情里输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我愿意，我主动的付出我自己的所有东西，那我愿意输的更多。我觉得这个就是主动先表达是输，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不是我们的观点，这是我们人类自从有了爱情这个东西，一直到今天，大家都以谁输得更惨，谁付出的更多来评判这个爱情。哎，我再说一个我的经验吧。我经验其实就是，女生其实更喜欢那个输的。我们小的时候谈恋爱都是面对面直接打架，就是俩男生过来，然后女生在旁边看。就是我就多次遇见这种事儿，被约到操场上或者约到后海去。开始我不懂爱情的时候，我以为女生会喜欢那赢的，结果后来发现女生每次都喜欢那被打倒在地，尤其被打得越惨，就是满脸都是血，女生就扑上去了，因为她觉得这个人是更爱我的，因为他输得更惨。谢谢各位。小松喜欢的女孩都有这种爱好哈，或者说那个时代没遇到过，对，特别不符合经济学的规律是吧？爱情本身就是反经济学的。哎，啊，你一刀就封住薛教授同志讲话的历史。按照经济学，大家都应该找最有钱的，是吧？爱情就是反他的。对经济学的误解，深深的误解。您应该订阅薛兆丰的经济学课。要不你俩等会儿再打。还有一个跃跃欲试了，没有，号称要100票奇迹的啊！让我们掌声欢迎妈妈马豆。其实碰到高晓松老师这样一个对手，他上来刚才说的第一句话特别简单，他说：“我们不要谈没有输赢，谈没有输赢，人生就没得可聊了。咱们必须有输有赢。但是这是我方核心观点。”他一句话就给我堵回去了。高松老师谈到丘吉尔的时候，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第三者，就是有一个旁边的眼睛。这个眼睛在刚才的故事里就是高松老师本人，他说丘吉尔输了。所以你会发现，这是对方我今天能够找到的一个核心的不合理的地方，就是他们把整个的关于爱情的话题都放在了爱情权力关系这个词里面。从庞颖开始就一直说你的权力关系，我们必须得说，权力关系跟爱情是两回事儿。有的权力关系借爱情之名，比如宫斗剧。我们谁也不会相信乾隆在那个年代跟魏璎珞是那么相爱的，那是一个剧。我们今天说的不是剧，我们今天说的是活生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情。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点。
你能想象，你结婚的时候，那个证婚人会跟你说，无论他贫穷富有、健康与疾病，你们都终身相爱。他不能说，无论今后你们俩婚姻生活是他赢还是你赢，你们都终身相爱，没有这个词儿。为什么？因为它不存在于我们的爱情和我们因爱情而衍生出的理想的婚姻里面，没有。所以我说我们不谈有输赢这件事儿，小松老师不让我谈，我没问题。那我们就谈，在这个话题里面，如果爱先说出口，你输给了谁？董静输给了谁啊？董静谁都没有输。你说出来的时候，不管对方如何反应，你收获到了你想要的。你要没有收获到你想要的，你今天不会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说，而你今天拿出来说的时候，你更加收获到了你想要的，因为你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了你爱他。所以你输了吗？你没有。那爱先说出口会输给谁？只会输给一个人，就是自己。你在什么情况下会输给自己？就像梁文道老师说的，很多年之后，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会跟那个人说，当初我喜欢你，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人跟你说，我也喜欢你啊，你怎么不早说？然后你说，哎，错过了哈，真的，来喝一杯。这就是同学聚会场面上那些能说出来和说不出来的话，但是你当年没有说。所以在爱情里，你真正能输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自己，而你唯一输的方式就是不说出来。谢谢大家。我今天感受到马老师的用心和用力，就他真的很拼，他真的是于心不忍我们这死人了。我觉得他今天打的真的很好。我一猜就知道他要说没有爱情没有输赢，所以我现在是把这条路封死了。但是我在都封堵住他的时候，他就临场又能找到非常好的点。我很期待他们走到那个桶子旁边会怎么样。加油！高老师加油！我们刚才上场的路上，高松跟我说，我已经想好了，开杠的时候我怎么对付你。老师，您可能还要跟马老师开杠。那没问题。哎，期待了。想看。我就每次到我这儿就。我决定交给对方，因为没有输赢。输赢不重要吗？有什么输赢吗？这不就挺好的吗？因为两个老友相谈，谈到天亮，相谈甚欢，最后你跟我说，哎，兄弟，你输了，那我觉得咱俩还不是交情。对。今天我来的时候一直以为要下雨，后来一直也没下好。这次来北京就一直都没下雨，这为什么呀？这什么情况啊？现在不许消极比赛。我准备这样是不说话45秒，结果他太强大了，气场逼得我只好说话。我鼓励的就是，每当你要去比赛，每当你要去干嘛，我都说没关系，没有输赢，输赢都不重要，因为这是对方的观点嘛。不是，我也没办法跟你争。不是，我方的观点是，当你的孩子要恋爱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没关系，没有输赢。但是，再说的再好听，其实最终你时间到。不不要说了，没关系，没有输赢。时间到了，不说了，时间到了，不说了。我跟你讲，不说了。我方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不说了。我要知道这个抬杠可以这么玩，我早去了。没关系，反正还有结辩嘛，最后。好，有请反方结辩。高老师最后终极的论点，他始终觉得爱情是有输赢的。好，我们就说爱情始终是有输赢的。
那我觉得最可能输的人是谁？是那些不敢说、不敢爱的人，而不是那些把爱说了出口、敢去爱的人。因为有太多人是不敢爱的了，不敢说的了。我就是其中一种，还有很多躲在角落里面那些人。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勇敢去爱了，他们用认输的态度去爱了，他们把所有话都说出来了，我没有资格，一个作为不说话的人，没有资格批评他是个输的人。谢谢。好，我们有请正方进行结辩。其实我在爱情里是一个愿意先说我爱你的人，不只是表白的时候，我每天都先说我爱你。对方总说我是在用我的姿态绑架对方，不是，我是在用我的安全感给对方承诺，换他一份安心。马老师说爱情里没有权利关系，我告诉你们，爱情里有权利关系，只有认了输才能跨过那个权利关系，那才是我们至真至纯的爱。谢谢大家。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最后的投票啊！支持正方案红键，支持反方案蓝键。很难说有信心，但是我们有信念，心态还是 OK 的。我觉得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觉得我们队有点危险。但是我更心疼皇室，因为皇室真没人了。对，皇室确实。是雨如君吗？我觉得公平的来讲，我们这方辩的确实不够好，因为这方太难了。这边有一个人就一直反复强调爱里有输赢，在我看来很简单啊，就是输赢就是你要谈的这段恋爱成功不成功，你想要的对方得到对方的爱，你得不得得到，这就输赢。而他的题目是你先说出口就输了，我觉得问题在于这个因果关系。我的回答是不对的，我是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其实胜负早定了，在别的地方早定了，跟你说出口不说出口没关系。关键是恋爱当中，我们还要有一个胸怀，就是我们求的不是一城一池，求的不是一草一木，而是说我们要在整个谈恋爱的过程中找到跟自己最般配的一个，找到最美好的爱情、最长久的爱情。如果你这样看的话，这一段感情的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那么多的感情当中找到自己要的。当然，我非常同意你们说的有强弱的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你在一段关系当中的强弱，我们经济学说你在一处的所谓的议价能力，等于你在别处的机会。你在别处的机会越大，你在这里的议价能力就越强。你在别处已经毫无机会了，那你在这里你的议价能力就用光了，对不对？你要有一个大局观，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谈恋爱，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有的那个态度，而不应该以为一些小技巧能够决定你的所谓的胜负。我觉得今天这个，因为我是学哲学，我们从小训练的就是辩论跟逻辑，但今天整个辩论，让我觉得《奇葩说》是个很诡异的节目。这什么情况？就是支持恋爱要先说出口的就算输的人，就表面上很在乎胜负，但结果到最后讲的全是你要不怕输，然后呢，另外一边讲的全是胜负不重要。那所以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双方的这个观点啊越闹越模糊，就你变得就整个辩论很难完全在理性的层面上去说哪个胜哪个负，而是完全诉诸于感性的层面上，谁更打动在场的观众，都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了，对不对？对啊，但是所以这就让我一个作为学逻辑出身的人就觉得很诡异。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个题目本身的确是一个很难去谈的一个题目，因为话都让你说了。没有，事实上，我觉得爱情永远是在冒险，你永远拿生命中你相当重要一部分，可能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你丢出去，分给一个人，可能分给那个人你完全不了解他，你不认识他，是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然后你愿不愿意这么做？如果你不愿意这么做的话，那么没问题的，你不会输。但是你可能这辈子从来就是我们平常讲所谓的没有爱过。所以爱这个东西，只要一有，就在冒险，而且冒一个很大的风险。你只能够把一切的东西压注在上面，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值得。道长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节目很荒谬嘛，要去看他那个节目嘛，就是刚才发言就是这个意思嘛，是吧？叫什么来的？这个有深度的节目都在看理想。OK， 情商课也不错。谢谢你照顾我。那康永哥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我们没说到的吗？我不觉得要有裁判判断我输还赢。我觉得爱情里的每一次输赢都是我自己判断的，然后我每次都判自己输，就我没有觉得在爱情里面赢过，因为一爱就输了。你就是我讲一个最形象的我们恋爱的感觉，就是你把你的心放在对方的手里面，这是一个你们脑中常常浮现的形象，就是我把我的心交给你。心是什么？心是我们最脆弱的部分。手是什么？手是对方最有力的部分，然后把一颗心挖出来交到对方的手里，所以把自己最脆弱的部分，用毫无防备的方法交到对方最有力的部分，这不是输是什么？你爱他爱得再久，爱1个月，爱1年，爱10年，你说出口的那一刻，就是我决定，我把我的心挖出来，放在你的手里。谢谢。今天你们敢在这里辩论，就争一个输赢，还是挺爽的。我看大家哭啊啥。那你为什么不来？我就是不敢。我想说的就是，我是一个完全懦弱的人，就是输。这个爱的输赢，我根本不敢说。你比如说辩论，我还可以找借口说我不爱辩论。当然写作我其实挺爱的，但我不太敢说我爱写作，因为我说了的话，人家一看你写的也不好，我就是我的心就被不知道哪来的手碾碎了嘛。当我放弃了这个被碾碎的机会，也就得不到被按摩的机会。李诞兄，你下回出书找我写妖风推荐，我绝对都说好，没有试过不说好的。对，所以我就说，敢说出来的人，敢争输赢的人，还是挺爽的。像我这种不敢说爱的人呢，我就只敢说我爱一件事儿，我非常的爱念广告。本节目的超级赞助有你爱行不行？我一路躺赢的别克君越，黑金 HLA Jazz 一个很想红的新潮牌，搞定你最多3分钟的皇室战争。一勺干掉1碗饭的海天招牌拌饭酱。最后，感谢本节目的行业赞助有去屑大魔王康王。这个愉快的念广告的时间结束了，我最痛恨奇葩说的环节要到来了。我们需要从正方的3位里淘汰一个人。我想知道他们对谁走，因为他们对谁走直接影响到明天他们会不会有补位问题啊？我觉得庞颖和那个席瑞都比较危险。坦白讲，挺平常心的。我觉得就算我真的走了，我也不会觉得很伤心。我们这一方输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走了啊。觉得席瑞打动了你的，请按红键。3、2、1，38票。觉得庞颖今天打动了你的，请按红键。
3，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挺努力的了，就是还这么点票。2、1。哇，太惊险了！我觉得董静今天的表现打动了你的，请按红键。3、2、1。我们接下来有请《奇葩说》的主持人公布淘汰的结果。我公布不了这个玩意儿，快！你真的很懦弱哎，我真的不行啊！一票之差，尤其是庞颖最后在37、38、39，连哆嗦那3下的时候，我觉得好多人的心都跟着砰砰砰跳了3下。那规则就是规则，那谢谢席瑞，谢谢你来参加奇葩说。席瑞最后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就其实本来就是之前大家预测都是就是每个场次都觉得应该我会走，然后我每一轮其实上台之前都会准备离场感言，但是唯独今天这一场我没有准备过离场感言，原因是因为我想尝试自己的新风格，但好像今天这个风格确实失败了，所以我认输。我觉得技不如人可以认输，而且我还很年轻，我22岁，我觉得我输得起。每个人走都挺可惜，对吧？而且他是因为冒险走的，真的就差了1票，所以我觉得就是心情很复杂。我觉得他走去有点可惜，辜负了你的信任。没有。他选择了进化，他如果成功了是更好玩的一件事嘛，对吧？他失败了是这个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事情。大魔王赛还有下一场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每一场都依然有人会被淘汰。谢谢我们今天的男神梁文道老师，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我们的对手是已经没剩几个人的皇室战队，我们也一样。咱们去给他们送假。虽然呢，咱们把他们干掉了，但是他们好歹也可以回去干掉他们的那一大碗饭呢。我们把拌饭酱给他们送过去，多吃点儿。喜不喜欢？喜欢，一勺干掉1碗饭，海天招牌拌饭酱。这题太难想了，可以用电视果看看前辈们的表现。上新浪微博搜索奇葩说，为你喜欢的论点短视频投票，为他赢取微博奇葩人气王。上新浪微博参与奇葩说第5季辩题讨论，与老奇葩逼逼起来。上新浪微博参与你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活动，投出你的一票将有可能获得奇葩惊喜大奖。奇异果 TV 把视频搞大100倍，看啥奇葩都不累的电视 APP。更多导师和新老奇葩的独家幕后花絮，关注微信公众号东七门，回复奇葩说1件送上。感谢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感谢澎湃新闻、网易新闻、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的大力支持。上百度关注奇葩说官方群账号，来百度 APP 搜奇葩说，教你如何做杠精。来兴趣部落和8000万95后一起讨论奇葩说。有问题上知乎搜索奇葩说，超多有趣问答讨论，带你有理有据，专业看热闹。欢迎来到奇葩说，然后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非常艰难的比赛环节。今天的比赛是教练可以下场当大魔王。你的男朋友小气比较让你生气，还是装比较让你生气？他无意的利用了这个社会对嫌贫爱富这件事情的抵触，来绑架了我的选择。大家看看我左手边第2排已经没有人了。说到最惨的，如果我上的那一场也输了，我们全队淘汰。就觉得他们很困难再拉到票。我就尽量帮着他们说吧，就是希望他们别输。到了一个大脑盖思考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不能再说话了，我快死了。这个今天烂透了。既然要帮这反方辩论的话，你待会儿辩论就是一段完整的发言哦。我真受不了这个东西，我在这种压力下什么都写不出来。你知道一件事必将发生，但你真的看到它发生的时候，并不会
因此就减少你的痛苦。想看见没播的，选手自己怼自己吗？每周5、周6，奇葩说上蹿下跳等你，奇葩自成一派，投屏无需等待。看奇葩说5就用投屏神器爱奇艺电视果，上奇秀直播，打破距离，和更多会说话的人真情实感的 BB。下载爱奇艺纳豆 APP， 不怕你太奇葩，就等你敢说话。加入奇葩说泡泡圈，参与讨论。爱奇艺泡泡社区，泡剧泡圈泡 idol， 好好学习，多多益善。善于学习的宝贝们都在用扇贝，善始善终才能事半功倍哦。光看不过瘾，一起来实木文档在线辩论吧。看奇葩说上京东到家，参与双11，全场5折，还有大额红包，万天好物1小时抢先到家。感谢新浪微博、新浪新闻、新浪娱乐、搜狐娱乐、人民网娱乐、环球网娱乐、网易新闻、界面新闻、橘子娱乐、澎湃新闻、一点资讯、中国日报官方微信、中国青年网、天文网、360娱乐、盖饭娱乐、知乎、悟空问答、红豆 Live、QQ 信息部落。感谢粉丝手机合作官超级星饭团、零视频 APP、精彩专业内容平台埋堆堆 APP、巴沙印 APP、搜狗搜索 APP、扇贝单词 APP、单身狗天气 APP、国美 APP、大街网 APP、多彩手账 APP、前程无忧565教、拜托了学妹、应届生求职 APP、踢了踢了红豆 Live APP、治愈 APP、OWOT APP、一直播 APP、弹词 APP、菠萝 APP、环太娱乐 APP、影视头条 APP、粉丝网、趣头条 APP、Facebook、泛娱乐 APP、魅力 APP、月头条 APP、看看娱乐 APP、一直娱 APP、极潮 APP、模范生 APP、新家 APP、WeDance APP、极客 APP、模范娱乐 APP、Jacker、鞋子全少 APP、鞋子日报 APP、蜗牛睡眠 APP、上图尿装 APP、看了网视频 APP、剧说娱乐 APP、小白娱乐 APP、捕梦 APP、鱼丸 APP、一点连接 APP、美社 APP、隐秘资讯 APP、碰星 APP、星小班 APP、驴火娱乐 APP、眼客 APP、影视油条 APP、鸡毛娱乐 APP 的大力支持。打开爱奇艺，搜索《奇葩说》第5季，观看更多独家精彩视频。爱奇艺悦享品质。